欢迎回到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1987年7月15日0时整，蒋经国总统宣布台湾解严了。台湾人被压了整整38年。这38年，你要是在台湾街头喊一句国民党不对，可以坐牢；你要是在报纸上批评政府也可以坐牢；你要是想组个党，哪怕是私下聚会聊政治，可以坐牢。整整38年，这些事情全是违法的。可以想象一下，1987年7月15日那一夜，这可不是什么自由女神降临的浪漫，是一个高压锅38年没有泄压，那一夜终于把盖子给拧开了。解严可不是凭空发生的，在解严之前，有一群人曾经用生命相逼，他们就是台湾的外省老兵。当年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最年轻的到了1987年也已经有50多岁了。而且很多人还是被国民党军队将要兵败之时被抓赃丁抓来的。2014年台湾电影《军中乐园》里有这段描述，走在回家的路上就给莫名其妙的抓了。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很多人以为不过几个月打完就回去，结果这一等了快40年。40年，父母是生是死肯定不知道，不是不想联系，是不能联系，因为给大陆写信是非法的。有一个老兵偷偷通过香港朋友转寄了一封信回老家，被发现了，被判了12年。12年的牢狱就是为了写一封想问妈妈还在不在的信。所以这些老兵只能把信装进大信封，托朋友路过日本或美国时偷偷丢进邮筒。大信封里的小信封就是那个年代外省人的共同记忆。那些没有路子偷寄信的只能等到1987年实在等不下去了，一个叫何文德的老兵站了出来。他站在台北街头的台子上，嘶哑着嗓子喊：我何文德，湖北省房县人，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死也要回大陆，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你们要抓要杀要活埋，听清楚就动手吧。台下一群50-60岁的外省老男人，穿着印有想家2个字的白衬衫。这不是年轻人在闹事而是一群50-60岁的老 uncle 在台北街头哭着说想妈妈。这个画面在1987年的台湾社会，没有人看了会不动容的。他们还当街发传单，上面写的是：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一件事，生让我们回去分一杯茶，死让我们回去献一炷香。就这个要求，它不是政治权利，也不是要推翻谁，就是想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母亲。这个运动最终奏效了。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宣布开始受理大陆探亲登记。天还没亮，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第一天登记人数超过1300人，10万份申请表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开放后6个月内，登记人数超过14万。大家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吗？这根本不是什么政策制造的需求，这是压了30-40年的人性找到了出口。当然，解严带来的不只是探亲潮，整个台湾社会同时爆发了3股憋了38年的能量。我们先说第一股党禁的开放。其实在1986年的9月，民进党就已经悄悄成立了。请注意这是在戒严还没解除的时候，一群人就直接宣布阻挡了。蒋经国没有立刻抓人，因为他知道抓了只会更乱。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威权的笼子其实已经开始锈掉了。而解严之后，党禁正式解除。到了1989年，人民团体法通过，各路政治力量全面合法化，新筹组的政党一下子冒出来20多个，什么劳工党、民主党、中国统一党、台湾独立党，各种各样的声音第一次可以公开挂牌。台湾政治一夜之间从一台赌场变成了政党菜市场。然后呢是第二股，报禁解除。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在解严前，台湾的报纸是什么状态严格管控，全台湾只有31家报纸，每家报纸每天版面不能超过12页，80%以上的发行量是官方媒体，而且报纸必须在发行地区内印刷，不能随便跨地区扩张。换句话说，你只能在笼子里说话，说什么也不能太出格。但这还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查禁制度。戒严期间，台湾有个机构叫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警总的职责之一就是查禁出版物。他们尺度有多宽宽到连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都要被迫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才能出版。因为射雕2字疑似取自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被视为宣传大陆或共产党的敏感符号。还宽到张爱玲的反共小说也会被查禁。他自己就说做梦也想不到反共小说还会违禁。
还看到大学图书馆里的某些书，普通学生不能借阅，只能在县阅区里监督下翻看。这就是38年里台湾的出版环境。然后1988年1月1日报禁解除，这一天开始啊，任何人都可以去申请办报纸。结果发生了什么？爆炸式扩散。从1988年到1995年7年时间，台湾的报纸从31家涨到了357家，杂志从3400家涨到了5700家，报纸的版面从原来每份最多12页变成了50-60页，每天提供给台湾人的信息量啊几十倍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一大批独立的批评政府的声音第一次可以公开发声了。这里啊，我们要讲一个人啊，因为他最能说明解严前的台湾言论管制到底压了多少东西。他叫郑南榕，父亲是福州人，母亲是台湾人。1947年生于台北，就是228事件那一年。他后来创办了一本杂志，叫《自由时代周刊》，口号是8个字：争取100%的言论自由。为了对抗警总的查禁啊，他想出了一个大招，同时向新闻局登记了18张杂志牌照，一张被查禁就换另一张，另一张被查禁再换一张，18张牌照轮流上，就是不会被你禁死。所以大家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倔啊？但更倔的还在后面。解严之后，郑南榕在杂志上刊登了一份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89年，国民党政府要以叛乱罪逮捕他，他的回应是啊，把自己锁进了杂志社的办公室，自囚了70多天，拒绝出庭。他说啊，国民党，你们只能抓到我的尸体，不能抓到我的活人。1989年4月7日，警察破门而入，郑南榕啊在办公室里自焚。他挨死的时候只有约42岁。后来台湾政府把4月7日定为言论自由日。通过这个故事啊，大家感受到在解严之前，台湾是有人用命来争取说话这件事，而解严之后，这股力量被释放出来，不是缓缓流淌，是喷发。而第三股能量是各种被压抑的社会诉求同时涌了出来，什么劳工、环保、原住民和女权，所有在威权时代不能允许被公开的议题啊，一夜之间全部冒了出来。台湾各地弥漫着一种氛围，有人啊形容得很准，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世。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改变的年代，这就是解严之后台湾社会最真实的状态，兴奋、混乱，充满了可能性。台湾解严了，探清潮开始了，两岸第一次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里有一个问题啊，1987年的大陆人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吗？1987年的大陆人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吗？当然不知道，而且是完全不知道。两边的人完全不了解彼此，除了台湾海峡这个地理上的距离啊，还有一道被人为切断的线。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之后，做了一件事情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当时有能力啊，对大陆的沿海实施了封锁，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封锁啊，是真实的军事封锁。从辽河到闽江，整条大陆海岸线，台湾海军开始拦截所有进出的船只，包括英国船，包括美国船，几乎所有船，连长江口啊都布过水雷。这个政策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戡乱时期截断匪区海上交通办法。核心逻辑很简单，你不承认我啊，可以，那我就切断你跟世界的联系。这个封锁啊，执行起来可是很认真的。几十年下来，台湾海军一共截获了超过140艘船。注意啊，是截获啊，不是驱离，是把船和货物直接带回了台湾。这些截获的物资呢，有些成为了台湾早期经济建设的补给来源之一。当然啊，也被台湾的激进分子呢戏称为中国人抢中国人。被抢劫的苏联和波兰，当时啊就直接骂台湾当局是海盗。如果从当时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这个指控呢也没完全说错，而且啊，美国是默许的，因为朝鲜战争打起来之后啊，美国需要台湾，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封锁一直执行到1979年才法理上的终止，相关法规到1992年才完全解除。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啊，1987年探清潮开始的时候，这套封锁的法律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换句话说，两边人的互相不了解不是自然的疏远，是因为1949年开始这道墙啊就被人建起来了，而且两边都在建。台湾这边建的是军事封锁线，是不切触、不谈判、不妥协的3不政策，是给大陆写信要判12年的法律。大陆那边建的是意识形态的墙，炮击金门是解放台湾的口号，是把台湾从所有官方叙事里变成了一个等待解救的地方。两边各自把对方变成了一个符号，这种符号的印记啊，到了今天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化解。那个时代，大陆普通老百姓对台湾的了解啊，来自报纸，来自广播，来自官方宣传。
那这些宣传告诉大家什么呢？告诉大家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等待祖国解放，祖国势必统一。这句话大陆喊了几十年，大陆的民众就信了几十年，毕竟也没有其他的信息来源，没有互联网，没有卫星电视，没有能接触到的台湾报纸，他们从小到大只听过这一个版本，你当然会信，不仅你自己会信，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会信。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北京的领导人知不知道台湾在发生什么？答案是不仅知道，而且非常清楚。通过香港的渠道，通过情报系统，通过各种外交途径北京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知道民进党成立了，他们知道台湾解严了，他们知道台湾的选举也越来越热闹，但他们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因为知道说出来后果太严重了。大家想想看1987年的台湾解严，1989年的北京发生了什么？天安门事件。这两件事时间线紧挨在一起，可不是巧合1987年台湾正式解除戒严，一个威权政体在民间压力下主动启动了民主转型。如果大陆的媒体大篇幅报道这件事，大陆的民众会怎么想？他们会问既然台湾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行这个问题是北京哪怕是今天都不想回答的问题。所以台湾的民主化在大陆媒体里几乎是隐形的。台湾发生了什么，普通的大陆人根本不知道。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过去的38年里，两边都在用信息不对称，同时欺骗自己的老百姓。台湾方面几十年来告诉台湾人，大陆同胞生活在共产党的铁蹄之下，等待我们去解救。而大陆方面呢，几十年来告诉大陆人，台湾同胞生活在国民党的压迫之下，等待我们去解放。两边的宣传都是镜像的，两边的老百姓都相信了各自的版本。而87年之后，台湾走向了民主和开放，而大陆直到今天都有着非常大基数的人们还在坚持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必将统一的信念。然而在1987年探清潮开始，两边的人开始真实的见面了。这里有个谜点上面我们也说了，老共是知道台湾已经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而且还搞得挺成功的。那这时候开放交流对大陆来说明显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宣传里的台湾是如此的水深火热，但真实的台湾呢却红灯酒绿，经济爆发。而台湾也是一样，国民政府的各种宣传，大陆早已是贫民窟、人间炼狱的代表词。但此时的老共已经不能再等了，大跃进和文革已经把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渐渐地推向无法收场的地步。改革开放，这是一个系统在危机时刻的顶级自救。早在1978年，邓小平正式掌权，启动改革开放。中国要发展经济，要引进资本，要引进技术，但有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中国在西方的眼里也是一个政治风险极高的地方，欧美日的大企业根本不敢进来。那谁敢进来呢？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华人。华人有文化上的亲近感，语言相通，有些还有亲戚在大陆，信任成本低得多。所以北京的算盘是先让港澳台甚至东南亚的华人资本进来，给外资呢打个样，慢慢建立信心。1980年，大陆划定了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全是东南沿海。更值得注意的是厦门就是对着台湾，对着金门岛。特区设在厦门不只是经济考量，也是一个信号，我们欢迎台湾，你们赶紧过来。而台湾这边呢也有自己的压力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了，人均 GDP 涨上去了，工资涨上去了，土地成本也涨上去了。那些做制鞋、做成衣、做家具的传统制造业发现自己的成本越来越难控制，出路就只有一条，找更便宜的地方去生产。往东南亚走吗？可以是可以，但语言不通，文化又陌生，而且当时在那里对中国人的标签也是有着很深的隔阂。往大陆走确实是个好主意，语言相通，文化相近，而且大陆的工资是台湾的几十分之一。但问题是台湾政府不允许那怎么办？他们就低调的绕到香港，偷偷进去。早在1980年中期，第一批台商就已经悄然出现在广东的东莞、福建沿海了。所以大家看到了1987年探清潮开始的时候，两边其实都已经有了现实的需求。大陆需要台湾的资本和技术，台湾需要大陆的土地和劳动力。经济上两边已经在互相靠近了，但政治上呢，连个谈判的框架都没有。探清带来的人员往来，带来了实际的法律问题、经贸纠纷、合同争议，总得有个机制来处理这些事吧，总得有个双方能坐下来谈的名义吧。于是呢，一个共识出现了，这就是9·2共识出现的真实背景。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才是两边炮击了 N 年之后，放下了武器和芥蒂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两边突然变得友好了，更不是因为统一的理想被重新激活了，还是因为钱的问题。大家呢被逼出了一张谈判桌子。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那段时间的谈判背景啊，1992年两岸在香港会谈达成了所谓9·2共识。为何是所谓呢？大家请记得这个时间啊，1992年已经是李登辉任职台湾总统的时期了，这是个伏笔，也是一个疑问。为何一个一直以台湾优先的总统会同意执行这个共识呢？后面我们会聊到。我们先看看这个共识核心内容是什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是说两边都承认一个中国的这个框架，但中国具体指谁，各自按照自己的说法来。北京那边说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这边说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两边用的都是同一个词，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这叫做结构性模糊。一个大家都清楚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共识，但都需要假装有共识的框架。为什么两边都需要这个模糊啊？北京的需要是因为一个中国是底线，不能放弃，但又需要台湾来谈事情。而台北的需要是因为两岸之间有大量的实际事务要处理，探亲纠纷、经贸合同、法律问题，你得有一个框架才能谈呀。所以9·2共识啊，不是因为两边真的达成了共识，而是因为两边都需要一个可以运作的模糊地带。老茶要在这里啊说一句很关键的话，信息差有的时候啊不只是普通人之间的信息差，它也是两岸谈判桌上的结构性组成的部分。两边的谈判代表坐在桌上，大家心里都清楚，对方说的一个中国不是同一个意思，但大家都明白，现在也不说破，因为说破了什么都谈不了。就像网上说的最经典的那句话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知道我说的意思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也知道你说的意思不是我说的意思，反正大家都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这种你知我知但不说破的默契，是9·2共识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而这个默契能够存在，却又是因为两边的老百姓啊对对方的真实情况都不那么清楚，信息差啊让这个模糊框架有了生存空间。但有一件事是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这个信息差随着两岸接触的越来越深，会慢慢缩小。台湾人去大陆做生意，大陆人啊来台湾探亲，后来还有留学，还有旅游，双方越来越了解彼此的真实状态。而当信息差缩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啊继续往下探索。1987年探亲潮开始，两岸第一次正式相遇。有一位啊从小参军的国军士兵，他叫高秉涵，山东菏泽人，13岁那年跟着撤退的队伍去了台湾。临走前，外婆塞给他了一个石榴，他低头吃了一口，同伴推了推他，哎，你娘冲你挥手呢。他抬起头，马车啊已经拐了个弯，母亲就这样消失了。那是1948年，他以为几个月以后啊就回来了，但这一走是43年。1991年，他终于回到了菏泽。快进村的时候，他停下来，在村口站了半个小时，不敢走进去，最后蹲在村口，抱着头，闷声痛哭。有人认出他来，喊了一声村生来了，那是他的乳名。但他最想见的那个人，母亲已经不在了，等待他的是一座孤坟。和高秉涵一样回访故乡的人有很多，他们带了电饭煲、收录机、台湾日用品，他们是以一个有钱亲戚的身份回去的。那时候台湾人均 GDP 啊约8000美元了，而大陆呢只有300-400美元，差了将近20倍。探亲人回到台湾啊，带来一个讯息，大陆太落后了，没想到我们政府说的是真的。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1949年开始啊，两岸实质上开始进行了另外一场竞赛，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如何让民生恢复，如何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1987年之前，台湾在搞戒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经济发展，国民政府加美国的支持和全省的努力啊，让台湾成为了亚洲四小龙。而中国大陆呢，是在1978年之后才选择了改革开放，这些年的发展差异啊，已经造成了。所以台商正式来了以后呢，如果说探亲是感情上的相遇，台商才是两边利益上的真正结合。那时候啊，有一句用来形容台湾经济景气的话，叫做台班底一卡棒，意思是啊，钱多到涨到脚踝。刚才我们也说了，台湾的传统制造业在1980年代也面临了一个现实问题，岛内的工资涨了，土地也贵了，环保要求呢也高了，做鞋子、做成衣、做家具的工厂成本也越来越难控制。而大陆这边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更重要的是啊，语言相通，文化相近，
你不需要像去东南亚那样一切从零开始，从零开荒。第一批台商1980年代中期已经悄悄绕到香港，那时候台湾政府还不允许直接投资大陆，台商是违规进去的，但钱在那里，机会在那里，没有人能拦得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陆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席卷而来。这一年，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协议金额已经仅次于香港，跃居第2位了。整个1990年代，台商大规模西进，东莞、昆山、苏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工厂很多背后都是台湾的老板。这些钱大量流向了大陆。不过老查在这里要点一个关键台商去大陆动机是什么？那肯定不是民族感情更不可能是因为祖国统一是我们的共同梦想，是因为大陆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是台湾的几十分之一，是因为在大陆开一家工厂成本几乎是台湾的零头。台商爱大陆，爱的是大陆的廉价劳动力，爱的是大陆的土地成本，爱的是大陆对外尤其是对台的外资优惠政策。这就是一个做生意的逻辑。那台商在大陆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他们住涉外公寓，当地大多数人进不去，他们雇工人一个月几十块人民币，他们在当地消费钱比任何本地人都多。1990年代初，台湾人在大陆的地位有点像前几十年欧美人在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当地人对他们有羡慕，有崇拜，也有讨好。在台商最风光的那个年代，大陆的沿海城市就像一场金钱与欲望的狂欢派对。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数十万台商涌入珠三角、长三角，带着资本、权力和台湾口音，瞬间成了当地女孩子的财神爷。很多人关心到底有多少大陆姑娘主动投怀送抱，甘心当二奶？我们也先别急着道德审判。首先，官方统计的数字肯定是不存在的，这种事只会藏在私密的饭局、豪宅别院和高档会所里，谁也不会傻到去报户口。但从媒体、学者和律师的爆料来看这现象大到能组成二奶村。像深圳、东莞那些地方，有些社区整个社区住满了被港澳台商人包养的年轻女子，他们互相还分享台商养成心得。你问他们为什么同意？那当然是为了经济账了。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陆农村女孩月薪几百块，台商一出手就是几千上万，还包房包车包未来。对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卖身这是阶级跳板。想象一下，从田里走到宾利后座，谁不心动有的甚至幻想转正移民台湾，搏一个正宫梦。而台商们远离老婆孩子，财大气粗，同济之间还互相炫耀二奶的数量和质量，简直成了一种发达的标配。香港有调查说每6个在陆港南就有一个大陆的情妇。台商的比例只高不低。当然家庭破裂、法律纠纷、资产被卷，风险也无处不在。醒来时很多人血本无归。所以说起来，这就是第一批陆配的原型嘛。从纯粹性上来说他们反而还更加干脆，没有离线爱国，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两边人都知道，当时的所谓祖国就是一个穷坑，良禽择木而栖，被他们玩得明明白白。于是很快台商就习惯，慢慢建立起了一种心理，我可是比你们发达的那一边来的人。久而久之整个台湾社会达成了第一个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真的是一个落后的地方，老共果然是中国人的共业，而中国大陆也成了穷鬼土老帽、落后人民聚集地的代名贬义词。这种优越感不是无中生有，是被真实的经济落差给撑起来的。而这种优越感产生了一个北京没有预料到的效果。北京原来的算盘是台湾来大陆，两岸经济融合，感情也越来越深，统一就越来越近了。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台商在大陆赚了钱回到台湾，说的不是大陆很好，说的不是我们应该统一，说的反而是大陆太落后了，什么都不如台湾。优越感可不会产生认同，优越感产生的是距离。你俯视的一个地方，你当然不会想成为那个地方的一部分。两岸经济的融合完全没能带来任何政治融合的可能性，有的就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强烈谴责、坚决不同意等等。我们后面的节目还会聊到。今天内容到这里我们要停一下，因为有一个人和他的团队值得单独讲一讲。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中台关系节目，让我们下半集节目再见。